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，说实话真的让我惊呆了。我从事婚恋工作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奇葩事，但像这样的真实故事还是头一回听说。故事的女主角叫做林雨晴，是一个上海的千金小姐，她家里是做进出口贸易的，家底殷实得很。雨晴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长得漂漂亮亮，学习成绩一流，大学考进了复旦，学的是金融专业，毕业后进了一家外企，年薪也是6位数起步，走在上海的街头，那叫一个光鲜亮丽。我这辈子就是要拼事业，30岁之前不考虑结婚。这是雨晴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她爸妈着急的不行，但拿她也没办法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那年冬天，雨晴刚过完27岁生日没多久，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她遇上了一场车祸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雨晴走在人行道上，突然一辆失控的货车冲了过来，直接撞向了她所在的位置。幸运的是，路过的一位大叔看到情况不对，拼命把她往旁边一推，这才保住了雨晴的性命。但是雨晴还是被撞倒在地，腰部和脊椎受了重伤。女儿啊，你可算醒了。当雨晴在医院里睁开眼睛时，看到的是母亲那张哭得肿胀的脸。妈，我怎么了？雨晴想要坐起来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。医生的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，雨晴的脊髓受损严重，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，极有可能终身瘫痪。不可能，一定有治疗的方法。雨晴的父亲拍着桌子对主治医生喊道：林先生，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确实有限，这种伤情我们只能尽力保守治疗，但恢复正常行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主治医生摇摇头，表情凝重。这个消息对于雨晴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一个曾经光鲜亮丽、前途无量的年轻女孩，一下子变成了需要别人照顾的残疾人，这种打击谁能轻易接受？雨晴整整3个月不愿意见任何人，就连父母进病房，她也是沉默不语，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雨晴的妈妈每天以泪洗面，雨晴的父亲四处打听名医，花了大价钱请了国内好几位脊椎神经科的专家会诊，结果都是摇头叹息。要不我们试试国外？有一天，雨晴的父亲突然提议。就在这时，家里一个远方亲戚提到了台湾的神经外科技术很先进，建议他们可以去台湾寻求第二诊疗意见。台湾那边的医疗条件能好到哪里去？雨晴爸爸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，在很多大陆人的印象中，总觉得台湾就是一个小岛，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医疗技术肯定也比不上。但这位亲戚却很认真地解释，你别不信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在亚洲是数1数2的，尤其是神经外科领域，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也非常完善，许多疑难杂症在那边都有治疗经验。经过一番调查研究，雨晴的父母发现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相当发达。台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全民健保，医疗资源分配均衡，医生的整体素质也非常高。尤其是在精密手术和康复医学方面，台湾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。这个发现让雨晴的父母非常惊讶，他们之前一直以为台湾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，没想到在医疗方面竟然如此先进。管他呢，只要能治好女儿的病，去哪儿都行。雨晴的父亲拍板决定。就这样，在各种手续办理完毕后，雨晴在父母的陪同下飞往了台湾。他们联系上了台北一家知名的神经科医院——振兴医院。这家医院在神经修复领域享有盛誉，据说有着亚洲最先进的脊髓损伤治疗中心。雨晴小姐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陈医师。初次见面，这位40出头的医生给雨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陈医师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言谈举止非常温和，还带着一丝台湾特有的口音，听起来亲切又可靠。陈医师很认真地检查了雨晴的病情，查看了从大陆带过去的所有检查报告，情况确实很严重，但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希望。陈医师说，我们这边有一种脊髓神经修复的实验性治疗方案，在欧美和日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，不过成功率不高，大概在30%左右，只要有希望，我们就要试。雨晴的父亲激动地说，
不过在开始治疗前，我需要雨晴小姐自己做决定。陈医师看着雨晴说，因为这个疗程会很漫长，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，期间会有很多艰难的康复训练，非常痛苦。你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雨晴第一次感到有人在真正尊重她的意愿。在大陆的医院里，医生们更多的是和他父母商量治疗方案，很少有人会直接询问他的想法。我想是，雨晴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雨晴开始了在台湾的治疗。陈医师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，包括手术、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。为了方便治疗，雨晴的父母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公寓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术后的康复过程比想象中更加艰难。每天数小时的康复训练，痛的雨晴常常泪流满面。有时候她会怀疑自己坚持下去的意义，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陈医师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，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和她聊天，不仅仅是谈病情，还会聊一些生活中的趣事，台湾的风土人情，甚至是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其实也曾经被诊断为可能终身残疾。有一天，陈医师突然对雨晴说，啊，真的假的？雨晴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健康有活力的医生。千真万确，我10岁那年得了一种罕见的肌肉萎缩症，当时台湾的医生说我最多活到20岁。我父母不甘心，带我去了美国求医，最后通过一种实验性治疗和长达5年的康复训练，我才慢慢恢复健康。所以你后来才决定成为医生？对啊。我深知疾病带给人的痛苦，也明白希望对一个病人有多重要。陈医师笑着说，所以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战胜困难，重新站起来。陈医师的故事给了雨晴极大的鼓舞，她开始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，咬牙忍受着康复训练中的疼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雨晴不仅在身体上有了明显的进步，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她接触到了许多以前从未了解过的事物，比如台湾的无障碍设施之完善，让她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能自由地去很多地方。再比如台湾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尊重，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残疾人。还有医院里的志愿者们，总是热情地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这里的生活节奏虽然没有上海那么快，但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。雨晴常常这样感慨，而陈医师则成了他在台湾最亲近的人。每次康复训练结束后，如果时间允许，陈医师都会陪他聊聊天，有时候还会推着他的轮椅去医院附近的公园散心。陈医师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有一天，雨晴忍不住问道。因为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啊，关心病人是我的职责。陈医师笑着回答。可你对其他病人好像没有这么上心。雨晴敏锐地观察到。陈医师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声说，也许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吧。就这样，在朝夕相处中，雨晴对陈医师产生了超出医患关系的情感，但她一直小心地把这份情感藏在心底，毕竟自己是个残疾人，还是个外地人，何德何能去喜欢这样一位优秀的医生呢？治疗进行到第8个月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，雨晴的左腿恢复了一些知觉，虽然还不能自主活动，但能感觉到疼痛和温度，这在医学上已经是巨大的进步。太好了！陈医师激动的几乎要跳起来，这说明神经开始修复了，我们的治疗有效果。雨晴也喜极而泣，那一刻，她第一次真切地相信自己或许真的能够重新站起来。就在雨晴逐渐恢复希望的时候，大陆那边却传来了一个噩耗，她的父亲因为公司经营不善，加上长期在台湾的高额医疗费用支出，已经负债累累。爸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，别再花钱了，雨晴提议道。不行，父亲坚决地说，你好不容易有了起色，怎么能半途而废？大不了我把上海的房子卖掉。听到这话，雨晴心如刀绞，她知道那套房子是父母一辈子的心血，是他们养老的保障。就在雨晴一家为经济问题发愁的时候，陈医师得知了这个情况，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。其实，你们可以申请加入我们医院的一个特殊医疗援助项目。陈医师解释道，这个项目是专门为有特殊困难的病人提供的，可以大幅度减免医疗费用。真的可以吗？雨晴的母亲惊喜地问。当然，我已经和院方沟通过了，
考虑到雨晴的治疗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帮助，院方同意将它列为特例病例，大部分费用可以减免。有了这个好消息，雨晴一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但雨晴心里清楚，这很可能是陈医师特意为她安排的。谢谢你，陈医师，雨晴真诚地说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，陈医师温柔地回答，而且请叫我嘉豪吧，在工作之外，我们可以是朋友。嘉豪。雨晴轻轻念出这个名字，心里泛起一阵涟漪。随着治疗的继续，雨晴的状况越来越好。1年后，她已经能够在助行器的帮助下，慢慢地迈出几步了。虽然行走还很不稳定，需要人扶着，但对于一个被诊断为终身瘫痪的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奇迹。雨晴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孩，嘉豪由衷地赞叹道。在一次例行检查后，嘉豪邀请雨晴去参加一个讲座。这是一个关于脊髓损伤康复的国际研讨会，我觉得你会感兴趣。雨晴欣然接受了邀请。在讲座上，她看到嘉豪在台上侃侃而谈，分享他在脊髓损伤治疗领域的研究成果。那一刻，他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和爱意。讲座结束后，嘉豪带着雨晴去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。雨晴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嘉豪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。什么事情这么严肃？雨晴心里一紧，生怕嘉豪要告诉她什么不好的消息，比如说她的病情其实已经无法继续好转了。嘉豪深吸了一口气，双眼直视着雨晴。雨晴，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说，你从未真的残疾啊？什么意思？雨晴一脸困惑，这句话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她脑海中炸开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脊髓损伤虽然严重，但从来就不是不可逆的。嘉豪解释道，在你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通过详细检查发现，你的情况其实是有治愈可能的，只是在大陆的医疗条件下，医生们不敢轻易给你希望。雨晴眨了眨眼睛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怕给你太大压力，康复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。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有希望痊愈，你可能会太急切，反而不利于恢复。我想让你一步一步来，保持平和的心态。嘉豪诚恳地解释道，所以我这1年多来的痛苦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雨晴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不，你误会了。嘉豪急忙解释，痛苦是无法避免的，康复训练必然伴随着疼痛，这是神经恢复的必经之路。我只是没告诉你最终结果的可能性，但治疗方案绝对是最合适你的。雨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问道，那现在呢？你觉得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？嘉豪微笑着说，按照目前的进展，我有90%把握，你能在1年内基本恢复正常行走，甚至有可能完全康复。这个消息对雨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惊喜。1年前，她还绝望地认为自己这辈子都要与轮椅为伴，现在却得知自己有可能完全康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雨晴忍不住激动地叫出声来，引得咖啡厅里的其他客人都朝他们看了过来。但这还不是我今天想说的最重要的事情。嘉豪的神情变得更加郑重。雨晴，在这1年多的相处中，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你。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雨晴一时语塞，她从来没想过嘉豪会对她有这种感情，虽然她自己也早已对他动了心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可能有些突然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能否完全康复，我都爱你，爱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你的身体状况。嘉豪真诚地说道。雨晴的眼眶湿润了。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是嘉豪给了他希望和力量；在他最无助的时候，是嘉豪一直陪在他身边。如今，他又给了他一个重生的机会和一颗真心。嘉豪，我也爱上了你。雨晴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心声，但我们之间有太多现实问题。我是大陆人，你是台湾人。我现在还是个病人，你是我的医生，我的家人在上海，你的生活在台北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嘉豪坚定地说，只要我们相爱，一切都可以慢慢解决。两岸的交流现在这么频繁，来来去去并不难。至于医患关系，我可以安排其他医生接手你的治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咖啡厅门口，雨晴的父母。原来嘉豪早就和他们商量好了，今天一起给雨晴一个惊喜。雨晴的父母走过来，慈爱地看着女儿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雨晴惊讶地问。嘉豪医生前2天就联系我们了，说今天要和你表白，问我们的意见。雨晴的妈妈笑着说，我们当然支持啊，这么好的医生上哪儿找去？雨晴又惊又喜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阿姨说的没错。嘉豪笑着接过话茬，我确实提前征求了叔叔阿姨的同意。雨晴的爸爸也笑着说，女儿啊，这1年多来，我们看在眼里，嘉豪是个好医生，更是个好人。如果你也喜欢他，爸爸妈妈绝对支持你们。得到父母的祝福，雨晴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消失了。她看着嘉豪，眼中满是幸福的泪光。嘉豪，谢谢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，不是你教会了我爱的真谛。嘉豪深情地回答。就这样，雨晴和嘉豪的爱情修成正果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在嘉豪的精心治疗和雨晴自己的努力下，他的恢复速度远超预期。半年后，他已经可以不用任何辅助工具，自己走路了。虽然走得不快，但这对一个曾被诊断为终身瘫痪的人来说，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。在雨晴基本康复后，嘉豪向她正式求婚了。在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上，嘉豪单膝跪地，向雨晴献上了1枚钻戒。雨晴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会一辈子照顾你，爱护你，我愿意。雨晴幸福地答应了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来自两岸的亲友们欢聚一堂，共同见证了这对跨海恋人的幸福时刻。婚礼上，雨晴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在父亲的搀扶下，一步一步走向嘉豪。虽然步伐还有些不稳，但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很多参加婚礼的客人都感叹道，谁能想到1年多前还被诊断为终身瘫痪的人，现在居然能穿着婚纱走向爱人。婚后，雨晴和嘉豪决定两地生活。嘉豪继续在台北的医院工作，而雨晴则开始了新的人生规划。她不再回到以前那个高压的金融行业，而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，成为一名康复辅导师，帮助那些和她有类似经历的患者重拾生活的希望。我曾经历过绝望，也体验过希望的力量，我想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。雨晴这样解释她的职业选择。为了提升专业能力，雨晴重新回到学校，攻读康复医学相关的专业课程。嘉豪全力支持她的决定，还经常和她分享自己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。2年后，雨晴取得了康复治疗师的资格证书，开始在上海的一家康复中心工作。每个月，她都会飞往台北和嘉豪团聚几天，而嘉豪也会利用休假时间来上海陪她。虽然两地分居有些辛苦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，反而因为珍惜相聚的时光而变得更加深厚。两岸一家亲这句老话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通过雨晴和嘉豪的关系，两边的亲友们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了解。雨晴的父母经常去台湾旅游，领略台湾的风土人情。嘉豪的父母也多次来上海做客，感受大陆的发展变化。其实我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雨晴的妈妈常常这样感慨，大家都说普通话，吃的东西也差不多，只是一些风俗习惯和说话方式有点不同而已。嘉豪的妈妈也认同这一点。对呀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血脉相连，文化相通。4年后，雨晴和嘉豪迎来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他们给女儿取名为瑞希，寓意着带来幸福和希望的孩子，希望她能像你一样坚强，又像我一样乐观。嘉豪看着襁褓中的女儿，满怀期待地说，更希望她能在两岸的文化中汲取营养，成为连接两地的桥梁。雨晴温柔地补充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雨晴的康复之路也走到了尽头。虽然她的左腿在长时间行走后仍会有些不适，但已经可以过上几乎完全正常的生活了。她不仅能独立照顾自己和孩子，还能从事她热爱的康复指导工作。更让雨晴感到欣慰的是，通过她的亲身经历和专业知识，她已经帮助了许多像当初的自己一样陷入绝望的患者。她经常会对她的患者们说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，奇迹随时可能发生。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嘉豪在台湾的医疗事业也蒸蒸日上，他凭借在脊髓损伤治疗领域的突出贡献，被评为台湾地区10大杰出青年医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地分享给了大陆的医疗机构，促进了两岸医疗技术的交流和发展。
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有记者问嘉豪：“您认为台湾医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”嘉豪思考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我认为是对病人的尊重和对医疗质量的坚持。在台湾，医生不只是关注病情本身，还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。此外，我们有完善的全民健保制度，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。那您觉得大陆的医疗有什么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吗？”记者接着问。当然有，嘉豪毫不犹豫地说，大陆在医疗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和速度令人钦佩，比如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、远程医疗等领域，大陆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。此外，大陆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临床数据，这是台湾所不具备的优势。嘉豪的这番话引起了两岸医疗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在他的倡议下，两岸医疗机构开始了更加频繁和深入的合作，包括联合研究项目、医师交流培训等。雨晴与嘉豪的故事也成为了两岸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，许多人被他们跨越地域和疾病阻隔的爱情所感动，更多的人则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了两岸交流合作的积极意义。如果没有去台湾求医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。如果没有遇见嘉豪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感受到这么纯粹的爱。在一次公开演讲中，雨晴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，所以我常常觉得，那场车祸虽然让我受了伤，但却把我带到了通往幸福的路上。嘉豪则在演讲的最后补充道：“医学无国界，爱情也无国界。希望我们的故事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和勇气，也希望两岸的交流合作能越来越密切，让更多像雨晴这样的患者受益。”现在，雨晴和嘉豪已经组建了一个跨海家庭，他们的生活虽然因为两地分居而有些奔波，但却充满了幸福和满足。他们计划在女儿上学后定居台北，同时保留上海的家，让女儿能够充分了解和融入两地的文化。其实人生最大的奇迹不是我能重新走路，雨晴常常这样告诉嘉豪，而是我遇见了你，得到了一份真挚的爱。而我最大的幸运，嘉豪总是这样回应，是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一个愿意为爱勇敢站起来的你。就这样，一个被判终身瘫痪的上海千金，在赴台求医过程中，不仅找回了健康，还收获了一段跨越海峡的真爱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有时会把我们推入绝境，但只要不放弃希望，坚持不懈，奇迹终会发生。同时，真正的爱情不会因为身体的缺陷而减少半分，反而能在逆境中更加熠熠生辉。这也是我作为红娘多年来最喜欢分享的一个真实故事。每当有人对爱情失去信心，或者对未来感到迷茫时，我都会讲起雨晴和嘉豪的故事，告诉他们，爱情和希望永远不会辜负那些真心期待的人。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点赞订阅，丽姐会持续分享更多暖心的爱情故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对这个故事的感受，或者分享你身边的感人爱情故事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